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终于要来做这部非常漂亮的铁灰色 W126-560SEC 的引擎测试。那这部车子呢，是从高雄坐大拖车来找张大哥的。那原来呢，我们现在看到，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方向盘非常漂亮，非常干净。那因为大哥在内外都整修过了，外面还经过喷砂，所以看起来非常漂亮。那这个方向盘呢，其实它是放在车主放在行李箱的方向盘。那原来到台北来这车上的那方向盘是他跟朋友借的来试用的。那到台北来的时候呢，那车子抖动非常厉害，感觉上有一缸没有点火那个感觉，抖得非常厉害。那还好，因为它是 V8 8缸，所以说它有7缸能够辅助它，所以好不容易大哥把它开回来了。然后他问题就是，原来他跟朋友借的那个方向盘，它的名牌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它是灰黑色的那灰黑那颗方向盘呢？它本来应该用在R129的500SL 或者是500SEC 上面的，虽然都是 V8， 但是它吹油量有稍许的不同。那它真正碰到的问题，是因为它第4缸根本没有出油，所以它抖得很厉害。那经过大哥在接的上面也做测试过之后呢，它总体供油量也不足。在大哥记得上面应该是200ml的1分钟全油门，它大概在150ml左右少了50ml。那现在呢，他车主原来车上的这个方向盘呢，是他本来随车来的方向盘，大哥已经把它测试过之后装上去了。那这个方向盘呢，其实它是带有到堵塞。在大哥记得上面1分钟全油门200ml，它大概出在140、130左右但是它倒是没有哪一缸堵塞，是带油道堵塞。那当大哥整修过之后呢，也把吹油量都校正出来了那第3个，他其实车主很用心，他未雨绸缪，他又准备了另外一颗分油盘大哥他当然也是红黑名牌的，是560SL 在专用的，SEL 在专用的那颗分油盘呢，其实它根本柱塞都卡住了。一上机台之后呢，就大量出，我们侧流板根都还没有压，也就是说它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还没有吸力，它就已经大量的出油了。原因就是出现在这个柱塞。我们看到这个柱塞它卡住了，它卡在里面，也就是说它可能卡一半也不一定。那造成呢，因为你出油是柱塞往里面顶的时候它就出油，所以它柱塞是卡住的。我们侧流板根都还没有压，也就是说它引擎没有发动的时候还没有吸力，它就已经大量的出油了。从这里得到一个经验，今天分油盘要么你就一直使用，否则你今天把它拆下来不用它，你放个半年1年之后再装上去，这分油盘就堵住了，因为它里面有汽油，里面的胶质把里面的油道都堵塞了所以记得分油盘拆下来之后，几乎如果没有把里面的油打掉，它一定会半年到1年，它一定会堵塞。所以说大家利用这机会让大家了解，不要随便说要保持分油盘，保持分油盘一定要有是正确的方法。那这部车子呢8支喷油嘴都换掉了这8支喷油嘴是相当贵，而且现在都缺货，因为它是细牙的它是300E24V 300C24V 560还有560在用的所以说它的规格很少，很贵。现在一支喷油嘴都要3000块以上了而且可能是8支都找不起。那是因为大哥有备料，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必须要未雨绸缪，先把可能缺的料把它备下来，否则的话，我们事情没办法做好。
啊，八字喷油嘴都换掉了啊。那火星塞呢？大哥也全部换新了那火星塞它原来换的是没错W7DC， 但是它没有用错，它没有，因为现在买得到的是 WR7DC 是有电阻的因为现在的车都没有高压线高压线本身有加电阻，为了防止火花干扰所以说新的车没有高压线，它就必须把电阻加在火星塞上面。那就问题来了，我们今天高压线本身就有电阻，老车都有高压线，高压线有电阻，火星塞又有电阻，那火花就变太小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大哥必须要把不容易买到的东西的材料我必须要做库存做预备。那这部车子呢我们有处理的部分，就是机油它机油我大哥换掉了，因为机油太脏了那个变速箱油大哥没有处理。那至于说它的这个油壶里面方向机油很干净，没问题。刹车油也很棒，刹车油也很棒，刹车系统都很棒。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引擎脚不佳，也就是说它引擎脚怎么讲说引擎脚不好呢？它照理说 V8 的车子，它的稳定性一定会比直六的还好。那它如果它不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坐在驾驶座上面，手握方向盘都有发现它有轻微的抖动。那如果直六的话会麻，我感觉会麻那个 V8 的话会感觉到左右摇晃它会左右摇晃。那这个引擎脚目前就有这个问题。如果有可能，因为大哥现在没有材料，那560的引擎脚跟300 SEL 的其实规格是一样，但是强度不一样。所以说，当然你勉强用300 SEL 的引擎脚也可以用，问题是说它不，因为引擎重量不同的关系，一个直六一个 V8，它重量不一样，所以说。用300 SEL 的引擎脚的话，它会比较不耐用所以这个要找到这引擎脚也是比较困难。但是引擎脚我们换上去的话，至少会使用7、8年到10年大概是这样子。那这部车子呢变速箱大哥来回报他的试车的经验它的避震器很棒它的减震筒是那个贝斯登的黄铜，哇，这 W126用贝斯登的黄铜是最佳的选择，它比黑铜还 Q 度又刚好。如果 W124的话用黄铜就稍微 Q 度是稍微过重了一点太 Q 了。那 W126用黄铜是最棒的所以我今天大哥的经验告诉大家。如果说 W126能够买到贝斯登的黄铜，那就是最棒的选择那 Q 度是刚刚好的。那这部车子变速箱很棒那因为我们把这个供油系统我已经整修好了等一下大哥发动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它的怠速，相当的稳定。那油箱很棒油箱没有问题。那汽油帮补大哥没有更换，因为它等一下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也就是说汽油帮补从后面打到前面来，又流回油箱这个量1分钟要在2公升以上，它也达到标准。汽油帮补力道也够，油箱因为大哥有换它的油量浮筒，它油针油量表的油针会摆动，是因为浮筒脏了。那大哥换浮筒的时候，看到里面油箱底很棒的油箱底完全没有铁锈，是很好的，所以油箱出油量很好。那后面呢，大哥有更换的就是汽油滤芯把它换掉了汽油滤芯没多少钱，利用这机会把它换掉了。蓄压器漏的相当严重，一定要换掉大哥也换了这个是后面的部分。那因为这部车非常的少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的我们讲到冷气的问题
因为我们从这边看到它是 R12的哈，这是 R12的冷气，从它这个空调的这个的接头，我们也看到它是R12的接头。今天呢，因为它是 R12的，R12的话，现在冷媒根本找不到了。那它现在目前是在缺冷媒状态。那冷媒要找 R12的冷媒几乎找不到了。因为缺冷媒，冷气，冷度当然不是很理想。那大哥测试的结果，它压缩机是很棒的，压缩机没问题。那就是说，建议把 R12把它改成 R134。那因为他们管路一定要清洗，他们的冷冻油是不相同、不相容的。如果两个混在一起的话，会造成结疤。所以说 ，R12要改成 R134的冷媒，就要把滚路清洗，然后灌 R134的冷媒。之后呢，以后我们再碰到缺冷媒，或者是说要补冷媒，这个冷气系统就不会有后续都找不到冷媒的问题了哈。OK， 我们来到车子里面来。因为大哥刚刚讲到说这部车很难得，就是因为它几乎跟新车一样，连这个坐垫都是软的这坐垫是软的，完全没有龟裂。从这里看更清楚，这里完全是没有磨损的状态哈。所以这部车子里程数是49000迈，49000迈。但是因为它放车环境很好。所以使得这部车子看起来就很有价值，完全跟新的状况完全一样。尤其你看它仪表，也没有香菇，所以说这个告诉我们说它这个放车的环境很重要。定速很棒定速 OK 没问题，刹车很好。那至于说OK， 我们它所有全车的那个室内灯、前后室内灯，包含行李箱灯以及排道灯，大哥都把它改成 LED 化。那包含车门两个车门的礼帽灯大哥也把它改成 LED， 就看起来不会好像黄昏牌的比较有朝气。那仪表大哥也请人把它改成 LED 的，现在应该看不出来，因为现在太亮了现在看不出来。OK， 大哥来做一个发动。现在冷车大概在40度左右因为油量浮筒也换过了，所以油量表不会摆动了它的里程就49000多。对，还有个问题，它这部车大哥当然一定要道路测试，但是呢碰到一个问题，它的那个排气管中段整个都破掉了，那开始在冒火。大哥因为在试车，一定要测试。一定要拉转速测速度，结果呢，发现它的中段排气管在冒火，大哥闻到烧焦的味道，一看下来哇，糟糕，中段在冒火。那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因为，怎么讲，它烧到底盘了。所以说，大哥等下在运转引擎发动的时候，不能够拉高速不能够让引擎有高温，因为这个排气管这个接头要定做，也就是说前段跟中段接头那个地方它已经锈穿了那所以不能够让车子有高温否则的话那个排气管又会让底盘着火。好，大哥来发动引擎，温度大概40度，就一点就着了。OK， 我们现在利用要缩短时间，到前面来。这个 V8的，这个一发动起来就是有那个气势。我们来看看它的怠速。大哥把这个打火机这个短屁股的打火机在这里动都不动，怠速相当稳定这是个小屁股的，然后把它放在这里，怠速稳定的要命，动都不动。OK， 然后我们来拉一下高速吧，来拉一下高速。
这个 V8的这个侧流板这个吸力啊，那个量那么大，好像狮子在吼，狮子在吼。我们来看看这个流量表啊，这个回流量啊，这个流量表。我们看到右下角小数字，我先反黄，小数字是1.90，代表汽油从这里进，从这里流回油箱的量，1分钟有1.9公升，代表它的油箱出油量够，汽油包裹也够力，所以说这个已经2公升，已经达到标准了，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上面有3个表，大哥把这个，因为现在有点暗了。今天大哥又到牛车排气管里面去处理排气管它的问题。OK， 好，我们看到右边这3个表，最右边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4.6伏，很正确。中间的呢是流量感知器流量感知器的，因为现在刚冷车它有提速流量感知器它磨损了，大哥换掉之后的标准电压。那最右边的是它的差压阀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所以这整个车子相当的稳定。好，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怠速，因为大哥来的时候，这车抖得相当厉害。我们再来看大哥在放打好机，相当的稳定。OK， 那我说一下引擎角的问题那个引擎角的问题。因为还好我没有看到它左右扭动然后我们到车内来看它方向盘的抖动状态。我这椅子是软的嫩坐起来好舒服啊，因为它都没有晒太阳，还好了，引擎角是还好。它不换也 OK， 引擎角那个方向盘抖动也不是很大。有了，就是我这样加速的时候，我感觉到整个方向盘会左右抖动。这引擎角还是不好，如果能换掉最好。那如果直溜的话，它是麻直溜的话，它会麻手。那 V8 的话，引擎角不好，会是左右抖动。我这样吹油的时候呢，我方向盘发现它有左右摆弧蛮大的这个抖动。这个就是因为怠速引擎角跟变速箱角。当然最好能够换掉因为换掉就是用10年嘛。OK， 这部车终于要交给车主他过他快乐的下半生。这部车子要回高雄之前，大哥会把它引擎室全部再保养一遍清洗一遍。我们看到这里脏脏的还有这边的气缸盖脏脏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底盘的部分引擎室这个地方，大哥都会把它清洗、保养、上蜡，然后你看它的引擎盖的隔热棉状况非常好，所以我们希望这部车子外观这么好，内装这么好，引擎盖打开呢也是感觉到很体面这就是我们开车的乐趣，开老车的乐趣。OK， 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